花蚕羽毛蜂是由日本东京思源驿的田中蜂所培育的一款锦叶羽毛蜂，但是花蚕这名字其实背后有个10万余人丧命的大火，这个故事我们后面再说。先回到这棵枫树本身，花蚕于1994年左右面世，推出后市场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东京的思源驿培育了相当多优秀的枫树品种，像红丝、花丝等，之后有机会再聊。一开始看到花蚕2个字，再看到花蚕枫树的叶色跟叶形，不知道你是否会认为它就是想表达这枫树的叶子就像花一般缠绕起来。确实，这很生动地说明花蚕羽毛蜂的特性，远远的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花蚕这名字的背后有着一段更深的含义。时间拉到日本江户时代，也就是西元1603年到1868年，那时候的江户城，也就是现今的东京地区，在幕府时代，阶级将城市的发展分为了2个核心，一个是庶民经济发展为主的下町区，也就是现今的东京日本桥、浅草一带，另一个则是以武士阶级为主的三只手区，位于现今的四谷、麻布一带，属于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下町区位于江户城东侧，属于平原和低地，居民以商人、劳工、平民为主，所以住宅紧密排列，多以木造的2层式建筑为主，市场与居住区紧密相连，经济活动热烈，是当时江户城最热闹的商业中心。1675年的正月18日，火势由下町区的本庙寺附近开始蔓延，受到冬季干燥强风的助长，大火迅速蔓延，整个下町区因为木造建筑密集，几乎全数受到影响。大火连续烧了3天，连江户城的主城，也就是目前东京的皇居，都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这场3天的大火，依日本的史料记载，死者10万余人，整个江户城有超过一半都付之一炬。依当时整个大江户城区规模约50万人口来说，有接近20%的人口损失，是相当惊人的灾难。说到这边，总算主角要登场了。因为火灾的损失惨重，幕府意识到必须有一个更完善的制度来应对火灾。第4代将军德川家纲下令建立火消组织，也就是消防队，以此为基础，位于民宅区町人火消组织开始发展，并配备了蚕这个装备来指挥救火。这个文化目前在日本也有保存下来。东京都消防厅会在每年的1月，将传统与现代消防设备共同展示，作为消防宣导活动。东京地方的神社祭典中也都会出现，算是江户地区的文化特色。不过古代真正的蚕跟消防员的衣着没有那么光鲜亮丽。这张由意大利人在幕府时代末期所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的蚕是相当朴素的，蚕上面写的商字代表这是商人区的消防组织。图片右侧则是手动消防泵跟水箱。说到这边，花蚕的蚕是解释了，但是花呢？虽然以花蚕的叶色跟形状确实很像花跟叶子缠绕在一起，但是因为跟蚕同时期，还诞生了一个词江户之花，你可以用它来形容江户时期的艺伎，或当时文化生活的美好。但是在民间，江户之花却是用来形容江户城贫民区因为住宅密集而导致火灾频频发生，民间于是用这句话来形容火灾发生时的场景，戏称火势为江户之花，算是一种嘲讽，用美好的花来形容这种不幸的事，蛮符合日本人苦中作乐的反讽文化。说了这么多，该拉回来说说花蚕羽毛蜂了。我觉得花蚕是相当值得推荐的锦叶品种。首先是它的生命力，身为锦叶品种的花蚕，它的生命力和其他羽毛蜂品种不相上下。在夏天，以我半日照的栽种情况下，蕉叶的情况不严重，锦叶的表现相当好。
到了夏天几乎没有什么反绿，整体看起来还是可以看得到粉色，相当难得。整体抽枝的状况相当明显，算是树势强健的品种，不难照顾。以锦叶品种来说，算是相当好照顾，而且观赏周期很长的品种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叶子展不开，普遍下垂缠绕在一起，很难拍出花残漂亮的照片。但是肉眼观察起来，花残的观赏性是很高的。随风飘逸的粉色叶子，很有日本文化的婉约感，跟这品种花残的字面意义也相当符合，是羽毛风中很值得入手的品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您会喜欢。点赞订阅，我们下个节目见。